黑社会也要讲逻辑吗？黑社会也要讲道德吗？当然需要，不仅需要，而且这还是他们存在的根基。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义字。本期视频老刘就来讲一讲黑社会的道德和逻辑，它为什么看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很邪恶。读懂了江湖义气，你才能读懂中国人。电影《江湖儿女》中的义气这两个字被翻译成英文的 righteousness， 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righteousness 的准确含义是正义，带有正直公正的意义，而义气未必是公正的。对义气更准确的翻译是 loyalty。 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义气或 loyalty 是一种私德，而正义或 righteousness 是一种公德。黑社会推崇的江湖义气则更是将公德踩在脚下的一种极致的私德。在流行的黑帮电影中，黑社会成员往往会看起来比普通人更讲义气，甚至更讲道德一些。这是因为他们游离在普遍的社会规则之外，他们失去了普遍规则的保护，所以他们反而更需要义气这一古老的私德的保护。他们需要用义气来维持最基本的团体秩序。黑社会正因为不接受普遍的社会规则和普遍的公德，所以他们必须标榜义气，标榜私德。道义有道是黑社会得以生存的基础。中国人经常把讲义气挂在嘴边，金庸说义气两个字，春秋战国以来，任何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会忽视。无数的武侠小说、黑帮电影都在表达中国人对江湖义气的眷恋与向往。中国人对江湖文化的向往，首先是因为庙堂文化的不靠谱。长久以来，皇权专制的庙堂文化无法获得人民大众的信服。庙堂文化制定的普遍的明规则不能保护人民的利益和自由，那么人们也就只能从江湖文化中去获取一些可怜的自由。江湖代表着一种突破明规则的自由，而义气又代表着一种小圈子的归属感。在皇权专制的环境下，幻想中的自由有着格外的吸引力。江湖文化把个体自由这种豪情和一种有担当的集体主义品质结合在一起，因此具有强烈的富有雄性特质的审美风格。这也是武侠小说、黑帮电影得以风靡的原因。江湖上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还因为义气代表了一种原始的契约精神。人们重义气而轻公德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在小圈子内重义气、重契约精神，反馈回路比较短。讲义气往往会有较快的利益回报，而讲公德则往往没有看得见的利益回报。义气带来财运，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关公不仅是义气之神，同时也是个财神。然而，江湖义气是一把双刃剑，义气的本质是小圈子内部的道德。江湖义气的本质就是用小圈子的规则来破坏大圈子的规则，以私德颠覆公德，从而获得超额利益。江湖上有着形形色色的圈子，至于什么行为是义气的，什么行为是不义气的，往往取决于此时此刻你是忠于哪一个小圈子的。应该对谁讲义气，在多大的圈子讲义气，往往取决于此时此刻忠于哪一个圈子更符合你当前的利益。比如在《水浒传》中，朱仝为了兄弟情谊释放了犯罪的雷横，而雷横却为了梁山的义气，返回来用毒计迫使朱仝也上梁山入伙。朱仝的反应是大怒道：今日你倒来陷我于不义。可见义气的背后是利益，而义气的解释权在于江湖关系中的强势者。对兄弟而言，忠于大哥是第一道德；对帮会而言，忠于帮会是第一道德。正如对君主而言，忠君爱国是第一道德。对君主而言，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忠君爱国而牺牲家族利益是值得表彰的。每个黑社会帮会也都会有自己的帮规誓词，比如私劫兄弟财物者必将死于万刀之下等等。而对于结拜兄弟而言，所有的外界规则都不如兄弟情谊来得重。对于每个圈子而言，为了自己这个圈子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体，不惜破坏外界规则，就是最大的义气。黑道的本质就是破坏规则，所以江湖上必然充满各种圈子、各种规则之间的矛盾。忠于小圈子，破坏大圈子；忠于新圈子，破坏旧圈子。黑吃黑是江湖争斗中永恒的常态。
在江湖上始终忠于一个小圈子的人是稀有的，所以也是令人向往、令人敬重的。比如关羽就被捧成了神，成了讲义气的象征。在江湖上，讲义气、认死理、始终忠于一个小圈子的人，给别人带来确定性，虽然令人敬重，但也几乎必然会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正如老刘在前面的视频中介绍的《权力的48条法则》这本书所言，权力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则。在丛林社会的权力斗争中，能够最终出头上位的，几乎必然都是两面三刀的阴险狡诈之人。在《水浒传》中，晁盖可算是最讲义气、最念旧情，对一同起事的小圈子的弟兄们最好的老大。可是他必然斗不过最会收买人心、最会拉帮结派建立新圈子，也最会玩弄权术的宋江。在皇权专制社会，庙堂之上的统治阶级的官僚文化，其实和江湖文化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一种圈子文化，不同的只是圈子的大小和圈子成员的社会地位。统治阶级对于江湖文化往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它的存在，甚至也时常加以利用。比如慈禧就会利用义和团来排外，又比如蒋介石年轻时混迹江湖，就充分利用江湖文化来拓展自己的势力，还拜过青帮大亨黄金荣为师。他的结拜兄弟有名有姓有案可查的就有70多人，像汪精卫、冯玉祥、戴季陶、张学良、李宗仁等等，都是他的结拜兄弟。时至今日，据说很多地方的拆迁公司、出租车公司之类垄断性经营的盈利组织都是由黑社会控制的。在传统社会，义气所代表的圈子通常比较稳定，往往局限在家族、同乡、同学之类的关系中。到了近代社会，陌生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多了起来，江湖文化也就最先在陌生人之间协作比较多、商业也比较发达的港口城市兴盛起来，比如上海，比如香港。与中国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江湖文化相比，西方的黑道往往更重视传统的家族关系，黑社会文化主要局限在家族之间的斗争，比如电影《教父》里描述的意大利黑帮家族。在法治不昌明的社会，由于民间对庙堂文化制定的明规则有着普遍的不信任，所以中国人把江湖文化、把非血缘关系的情感纽带机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江湖文化盛行的地方，要想在社会上办成事，都得先交上朋友，而生意合同都是在酒桌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谈成的。要想混得好，就得拉帮结派，就得混江湖圈子。几乎每个大佬的背后都有着形形色色的黑白两道的圈子，同乡、同族、同年、同校都可以成为结成一个圈子的理由。很多人同时身处好几个圈子，只能拼命把自己弄得圆滑世故，到哪个圈子都要能吃得开。当江湖文化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江湖规则成为社会上的主导规则，表面上的法律制度也就成为形同虚设的摆设。在这种以私德取代公德、颠覆公德的文化氛围下，人们有限的友善、爱心和道德，往往也就只会留给圈子里的自己人，成为利益交换的工具。而圈子是无处不在、五花八门，圈套圈，环套环。圈子虽然带来利益，但稍有不慎，每个圈子也随时都可能成为一个紧箍咒，甚至陷阱。对于圈子里的人来说，往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被各种圈子限制自由。而对于圈子外面的众多百姓而言，社会的整体则是冷漠无情、法治废弛、道德沦丧的。江湖文化实际上是从儒家文化忠孝节义中的义派生而来。孔子认为亲亲相隐，父亲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行是合乎道德的。江湖文化则认为义气是最大的道德。儒家文化和由此派生出的江湖文化都不是一个普世的、自洽的、有着确定和决定标准的道德体系，都有着其自身内在的矛盾性。而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一个文明的、合理的社会需要有普世的道德准则。我们思考一个行为是否道德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设想将其普及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身上。中国人能否从血缘关系、从江湖义气的私德小圈子中走出来，转而依靠普遍的法治和普遍的公德来维护社会的秩序，是中国社会能否真正走进现代文明的一个关键。我是老刘，我喜欢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留言、点赞，谢谢大家。